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份非常具体也挺有启发性的个人经验分享。这份材料啊，它详细记录了一个人怎么通过学习中文，一步一步的实现了非常显著的职业上的提升，可以说是一份挺生动的案例。我们这次聊的目标呢，就是想挖深一点，看看掌握中文这个技能到底带来了哪些可能一开始都想不到的好处，然后这些好处又是怎么互相作用，最后就好像成了推动他职业发展的超能力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看看这份资料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关键信息。首先啊，这份经验分享的主人公，他特别强调，他学中文绝对不是一时兴起，他是在大概2010年代初吧，已经判断出中国经济会持续崛起，全球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他把学中文看作是一项着眼于未来的战略投资。他当时在国际贸易这个领域工作，和中国供应商的沟通呢，就是越来越多。语言障碍，他说经常导致误解，有时候甚至还错失了一些商业机会。所以他觉得学中文不光是学说话，更是在投资。投资什么呢？文化理解力，还有市场洞察力。他通过上密集的课程，然后自己也很努力，用那个 Playco 这样的字典 App，还看中文电视剧，用微信看新闻什么的，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吧，就考到了 HSK 5级。HSK 5级，这个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能进行比较复杂的交流了。是的。这个 HSK 就是中国的官方中文能力测试，拿到5级就为他后面的职业发展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对，你看哈，这个最直接能看到的变化就是沟通效率，这一点非常明显。他掌握了中文之后呢，就能直接跟中国的这些利益相关方，比如说在深圳啊、上海的那些供应商直接交流了，就再也不需要依赖翻译或者是什么中间人了。这个过程一下子就简化了很多，有些项目就是因为沟通顺畅了，整个周期甚至缩短了差不多20%。20%，这效率提升很可观啊。是的，而且资料里还举了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是2018年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大型的电子产品供应商进行一个非常关键的谈判。他当时就是用流利的中文直接去讨论里面的技术规格，还有定价这些细节。这种直接专业的沟通方式，一下子就赢得了对方团队的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信任感很重要。对，结果呢，他们最后谈成了一份合同，成本比以前类似的项目节省了足足有15%。哇，15%，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了。没错，而且这件事就直接促成了他的第一次就是职业生涯里一个很重要的晋升。所以你看，这个例子就清楚地说明了，语言能力它绝对不仅仅是个沟通工具，它更是建立这种跨文化信任，还有你的专业信誉的一个关键基石。确实，节省15%的成本，这个说服力太强了。那这种信任的建立，仅仅是因为语言本身吗？还是说，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文化理解，是不是也起了很大作用？问到点子上了。没错，这个材料接着就特别强调了文化洞察力的价值。因为学中文嘛，不光是学字词句，它也深入理解了像中国人常说的关系，就是那种人际网络和社会联系的重要性。还有面子，就是怎么维护个人声誉和社会尊重，这些很微妙但有特别关键的文化概念。对，这些概念在西方文化里可能不太一样。是的，理解了这些，让他在跟中国的伙伴打交道的时候，感觉就游刃有余多了。资料里还提到一个例子，说有一次他去北京出差，跟一个潜在客户吃饭，在晚宴上，他就很巧妙地运用了自己学到的那些文化习俗，比如说很得体的敬酒，用了合适的敬语，甚至还能聊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个很加分呢。对，给对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而且是正面的印象。后来那个客户反馈说，就是因为感受到了他这份文化敏感性和尊重，才最终拍板决定合作的。哇，一个晚宴促成了一单大生意。是的，而且像合作，后来给他们公司带来了每年大概10%的收入增长。10%的年增长，这影响力太大了。
还不止这些，他甚至把这些文化上的洞见带回公司内部，用在培训上，提升了整个团队的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和效果。结果呢，他因为这些贡献，最终被任命为亚太区的经理。所以你看，语言和文化理解真的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除了沟通效率和文化洞察力，这份材料有没有提到这个语言能力是怎么帮助他去拓展人脉、建立关系的？当然提到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语言能力可以说是一个构建人脉网络的非常强大的桥梁。因为他中文流利了，就能接触到以前可能根本接触不到的那些专业人士和圈子。比如说，他去参加像那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每年在上海办的规模很大的贸易展会。知道进博会？对，进博会。在这种顶级的行业会议上，他就可以直接跟中国企业的高管进行深入的交流，建立起真正的联系。他还分享了一个对他来说挺关键的转折点，大概是在2020年，有一次参加一个行业的座谈会，会上呢，他就用中文针对供应链创新提了一个挺有深度的问题，结果就引起了台上一位上海一家很有名的物流公司的高管的注意。因为他用中文提论。对，而且问题本身也很有见地。会后呢，他们俩就聊了起来了，后来还建立了联系。这位高管后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一个非正式的导师，经常跟他分享一些非常宝贵的行业内部的见解，还给他介绍了不少人脉资源。这简直是遇到了贵人啊！可以这么说。然后呢，这些信息和这些人脉就在他2022年向他们公司董事会提出一项关于供应链优化的创新战略的时候，起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而他的那个战略最终被采纳了，而且实施之后，把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12%。又是一个具体的数字，12%的效率提升。是的，然后呢，他也因为这个卓越的贡献，顺理成长地晋升为了运营总监。这个经历真的是很倾斜地展示了语言是怎么一步步打开机遇大门呢？不过话说回来，学习中文这个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吧？挑战应该不少。材料里有提到这方面吗？提到了，他也非常坦诚，说学习过程确实不容易。中文的那个声调，对吧？还有那么多复杂的汉字，然后语法结构也跟英语很不一样，这些都曾经让他觉得挺挫败的。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发音老是不准，或者记不住字儿，就特别沮丧，甚至在工作当中，有时候也会因为怕说错，怕丢面子，就不太敢开口说中文。这个可以理解，学习新语言都有这个阶段。对，但关键在于，他说克服这些困难的这个过程本身也磨练了他的韧性，还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他觉得这种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品质，比如耐心坚持不怕犯错这些东西也在不知不觉中转化成了他工作上的优势，让他变成了一个更能理解他人难处，也更加坚韧的一个领导者。这么说来的话，学习中文带来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全方面的，不仅仅是语言技能本身。完全正确。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份经验分享，就能看到掌握中文带来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也是复合性的。它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它绝对不只是增加了一项工具性的技能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它极大地拓宽了个人的国际视野，培养了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模式，还有非常重要的跨文化领导力。对，跨文化领导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太重要了。是的，这一点在他后来管理那种文化背景很多元的团队，还有驾驭那些复杂的国际市场的时候，作用就显得尤其突出。他还因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在公司内部非常积极地去倡导大家学习语言，特别是中文。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一个有远见、有创新思维的领导者的形象。起到了榜样作用。对，然后所有这些能力的积累，这些经验的展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他在2024年受邀加入了公司的董事会。加入董事会，这真的是职业生涯的一个巨大飞跃了。没错，所以你看，这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超能力。它是由语言能力开始催化的，然后通过文化理解去深化，再通过人脉网络来拓展，最终塑造出来的一种
综合性的领导力。这个总结非常到位。所以说，这份个人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其实非常清晰。在今天这个全球协作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掌握像中文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语言技能，它能带来的真的远远不只是沟通上的便利，它能实实在在地帮你塑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带来非常丰厚的职业回报，还有非常宝贵的领导机会。是的，这也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个可能值得你正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去思考的问题，就是放眼未来，除了中文之外，还有哪些你可能目前还没有掌握的战略性的知识或者技能呢？它可能是一种别的关键的外语，也可能是一项新兴的专业技术，或者对某一个对你很重要的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为你打开一扇通往全新机遇的大门呢？一个非常好的思考题。Thanks for joining us.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